这边是港仔许可可，这支影片主要给大家报一个平安，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可可在这次鸿福园大火灾事件里面目睹的整个过程。由于这个频道主要是跟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为主的，所以也会基本用国语来给大家方便说明一下。目前火灾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扑灭。火灾目前已经停止了蔓延，以及初步得到了控制。希望不要再出现更加多的伤亡的消防员，以及得救的住户们能够尽快的脱离生命危险。可可作为这次火灾事发地点正方的楼宇住户，估计我有发到一些火灾当下的影片，大家可能已经在可可的 thread 上面看到了。那可可会用自己的影片在这边跟大家整理跟补充一下可可现场看到的状况。这边简单跟大家回答一下一些常见的问题。首先就是可可家虽然离火灾现场很近，但是还不至于到被波及到的程度，家人跟家里的情况目前都很安全，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鸿福苑它并不是一个新盖的建筑物，里面都是跟香港其他的住宅没有区别，住着无数的家庭的住宅区。目前死伤以及火灾的原因都还没有办法展开调查，希望大家就不要急着传播一些还没有经过确认的资讯。那接下来可可分享一下可可昨天在家里目击到的一些状况。那可可最早发现火灾的发生大概是在昨天下午3点50分左右开始，当时在家里第一时间听到的是大量消防车的一些警铃声，但是并没有听到对面大楼的一些火灾的警报铃声。在50分这个事发的当下还没有能够看到火源，可是已经能在大楼以及大楼的后方看到非常大量的浓烟。然后就在不到10分钟之后，已经能从家里面室内听到对面的建筑物传来一连串的爆炸的声音。当可可再去阳台观察的时候，已经看到火势蔓延到整栋的建筑物上方，而且已经在家里面看到电视，知道了事件的严重程度。在那之后，火势迅速变得更加凶猛，并在1个小时之内已经把建筑物以及外部的一些维修网给损坏掉了。而就在这之后的1个小时，大约下午5点之际，本身火势看起来有得到了受控制的迹象，可是外面的网却在损坏的边缘处出现了很多的火舌，而且有着逐渐蔓延的一个趋势。在这之后，约晚上6点左右，天色开始渐暗之际，那个棚网上面的火光变得了更加的明显。从窗户外面看下去，那个风景简直就是像特效一样不真实，所以可可我就在当下拍下了这一个在社交平台上面可能大家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影片，并其实在当时可可还真心以为火灾已经能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可是仅仅半个小时之后，大概6点30分，随着可可的家人工作结束回到家里，然后可可正在跟家人说明屋外的火灾情况的时候，可可便已经注意到在前方2栋建筑物之间出现一些非常不自然的光线，然后这个光线不到10秒之内就一路沿着房子往上冲上去，然后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冲天的火柱，直接蔓延到建筑物的顶楼上方，而且在直线距离几乎200米的情况下，也能感受得到当时这个火柱的热浪。这个火势明显的比前面几条影片更加的凶猛。在那之后就是可可另外一条在 thread 上面发了的影片，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已经有看过了。在影片之后，基本上就是消防员们彻夜的救援以及灭火行动。由于可可还在观察情势，所以基本上整个晚上都是没有睡觉的。也谢谢昨天在 DC 里面陪可可熬通宵的朋友们。不过在凌晨过后，虽然说不时依然传来一些建筑物那边的爆炸声音，可是火势在可可家看到的方向来讲，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零星的住宅里面有一些火光，但基本上火灾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扑灭，浓烟的程度也比昨天得到了非常大的好转。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次事件之后对香港的竹子鹰架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印象，但其实就像可可影片里面能看得到的，其实竹子在大火烧的那个当下基本上没有变成一个正在燃烧的像是木头一样的燃料，许多的竹子还是非常的完整的。似乎有不少的竹子的倒塌都是因为绳索被烧断了之后才导致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竹子外面的棚网却有明显的传播了这些火苗的一个效果，包括影片里面的非常多的火光，还有飘出来的火星。至于整件事进一步的肇事原因、伤亡报告以及各种各样的援助途径，大家就可以在香港各大网络媒体等等的地方可以查询，可可就不在自己的频道里面赘述了。长的不说，这应该是可可在人生里面目击过最严重的一个灾难事件了。希望能有更加多的受困的住户得到救护，也希望香港这一次的事件能够成为香港以及世界各地重视火灾安全的相关资讯。如果还有新的进度的话，可可还会再制作影片跟大家分享。那这2天辛苦香港以及在包括深圳过来的消防员们，以及这2天来到大埔这一带支援的志工手足们呢，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